我的父亲为母帝打下赫赫江山，但在他遇袭身亡之后，我却被贬到贫瘠的北凉。但我秦泽觉醒了至尊领主系统，是要取走女帝的一切。破晓时分，军营之中，秦泽站在密闭的帐篷内，目光如电扫过面前浮现的光幕。系统属性面板，积分已达1396万，这得益于他将积分增幅设定为每秒100积分后的快速累积。面对未来与图元国的不可避免的冲突，他深陷沉思，是否需要再度动用这些积分，兑换更多兵力驻扎在西京。最近1役，图元国50万大军被尽数歼灭，留下了海量的军备物资，武器装备堆积如山，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大量的粮草。尽管图元国的军队只在西京短暂停留了2日便告覆灭，这些粮食尚有大量剩余。然而秦泽麾下仍有20万大军，他们每日的消耗不容小觑，至少要维持到春季来临。此时秦泽决定积攒更多积分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再兑换一批粮草和兵力，尤其是考虑到春季图元国可能的反扑，为白起预备更多兵马显得尤为必要。北凉关口外，大旗迎风飘扬，上书一方金字，烈日高悬，但平原上却被飞雪所笼罩，雪花纷纷扬扬，犹如万千银蝶翩翩起舞。一群溃兵奋力逃窜，他们的人数虽不多，但在追逐和混乱中，他们仿佛成了一团蚂蚁，挣扎着在死亡的边缘徘徊。为首的将领方成高大威猛，手持长刀，但那刀已破损不堪，他额上滴血，胳膊上则是一处血窟窿，显然是被长枪刺穿。身旁的副将气喘吁吁，匆匆赶来报告：将军，敌人已经止步，未有追击。方成稍显松了口气，但仍不由得皱起眉头，他并不安心。副将苍白着脸说：没想到他们如此强大，我们被他们打得节节败退。方成心中燃起怒火，咬牙切齿地说：这些家伙竟然如此凶悍！他想起数天前接到的圣旨，心头愤怒升腾。圣上下令包夺镇北王之名，他被派来北凉，本以为一举可破敌，却没料到遭遇了如此强大的阻击。他感到恐惧，不明白秦泽已率主力西行，北凉应该无力抵抗，但现实却截然不同。想到敌方将领的武艺，方成心头不禁涌起一丝敬畏，他们的对手不是等闲之辈。方成深吸一口气，面容凝重，心中明白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更加艰难。他意识到自己的10万大军或许不足以应对这个强敌，他需要更多的支援，他需要重新评估局势，重新部署兵马。在西京城外的军营中，秦泽站在旗帜飘扬的帐篷前，面色凝重地审视着手中的信件。军营周围，疲惫的士兵们围绕着篝火，饥肠辘辘地享用着简陋的食物，他们的眼神中满是疲惫与坚定。秦泽的眉头紧锁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，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。北凉的战报不断传来，每一份报告都如同重锤击打在他的心上。岳飞发来的情报，通威城附近集结了大量兵马，显然是准备对北凉发动攻击。秦泽的声音沉稳而冷静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中雕刻而出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深刻思考。典韦和白起等将领聚集在帐篷内，听着秦泽分析形势，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他们知道，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战即将到来。秦泽决定亲自回到北凉，支援防线。虽然岳飞手下的兵力不多，但每一位都是精选的虎豹骑，战斗力异常强大。他们将是守护北凉的钢铁长城，任何敌人想要穿越这道防线，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夜幕降临，秦泽站在帐篷外，眺望着遥远的北方。他决定利用系统积分，大规模兑换兵马和粮草。随着系统的叮声响起，10万蒙古铁骑和大量的粮草瞬间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为即将到来的战斗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和强大的兵力支持。兑换5星将领模板张辽。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，50万积分瞬间消耗。一位目光如炬、气宇轩昂的壮汉脱颖而出，他正是曾以少胜多、名震四方的张辽。张辽，一名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武将，他的名字独特而充满威慑力。正如古语所言，下杀江南众小儿，张辽名字透深闺。他的勇猛和智谋，即便是与典韦等人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现在，他以一身戎装之姿，手持重月牙戟，出现在秦泽的面前，恭敬的行礼：“末将拜见主公。”秦泽点了点头，示意他起身。眼前的一幕让他心中的决心更加坚定。接着，典韦、白起和霍去病也纷纷来到，形成了一场壮观的武将聚会。秦泽向他们展示了新的力量，拥有近40万兵马的庞大军队，这是他赋予白起的力量和责任。白起的眼神中闪过一抹锋芒，他深知这份力量的重要性。秦泽随后宣布了即将离开西京，前往北凉的计划，目的是与岳飞会合，共同对抗强敌。尽管典韦和张辽将随他左右，但这次出行不会带太多兵力，以便灵活应对可能的危险。夜幕降临，秦泽再次面对系统商城，这一次他兑换的是2星武将模板。虽然只是2星级别，但这18位武将的实力绝不简单。他们被称为燕云18骑，穿戴统一的黑色战袍，身怀绝技，每人都配备了弯刀、大弓和剑，以及隐藏在马靴中的匕首。第二天清晨，日出之际，秦泽带着一行21人，含燕云18骑、张辽、典韦等，沿着北凉的捷径小道匆匆而行。
秦则严令全军保密行动，直奔北凉外围的第一城通威城。5天后，于京师长乐宫，一边的金风鸾与庆王交谈着，他们商讨着北凉的局势，心怀忧虑。金风鸾的眉头微微皱起，难掩心头的忧虑。庆王则面色凝重，陷入了深思。自己派往北凉的兵马却在关口遭遇惨败，使得北凉攻略一时难以实现。在经理紧急请求增援的情况下，庆王思索着新的策略。或许我们应该让南蛮出兵。庆王平静地提出了这个意见。金风鸾对此感到困惑，他不禁问起了庆王的打算。庆王解释道：南蛮虽然归顺大前，但要让他们参与北凉的战事并非易事。庆王提出了一个诱因，将永宁嫁给南蛮，并给予他们王爷的身份作为攻破北凉后的奖励。这一策略或许能够激励南蛮全力投入战斗，报效大前。金风鸾听罢不禁犹豫起来，他担心永宁可能不会自愿嫁给南蛮，而这样的安排可能会伤害到他。庆王对此表示，永宁必须服从大局，即便他不愿也需遵从命令。金风鸾虽有些不忍，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庆王的安排。庆王府大堂内，金长歌怒气冲天，拒绝了父亲的安排，他坚决不愿意嫁到南蛮去。庆王却是淡定从容，他笑道：我知道你心高气傲，看不上一般人，但南蛮武家不同凡响，五魁乃是英雄豪杰，有着万夫不当之勇。金长歌皱着眉头，回忆起南蛮历史的残酷，他不愿意与南蛮勾结，但庆王却劝说道：嫁给五魁将使南蛮与大前关系更紧密，有利于国家和民众。金长歌一提到南蛮曾侵犯大前领地，他不相信五魁会是个好人。庆王语气一转，指出了大前目前的种种危机，如东海扶桑骚乱、西京秦则谋反等。他认为金长歌嫁给五魁能巩固南蛮与大前的关系，维护天下安宁。金长歌内心矛盾，他想要为国为民，但又不愿意成为牺牲品。面对庆王的施压，金长歌最终被迫同意出嫁南蛮。庆王宽慰道：他会保护他，让他不受委屈。金长歌心有不甘，但最终选择了默许。庆王的话语虽然让金长歌心生不安，但他明白自己无法反抗父亲的决定。最终他无奈地选择了顺从，但内心却难以释怀。庆王则笑着安抚他，承诺将会为他安排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在父亲的笑声中，金长歌却感到手心冰凉，心头沉重。南蛮之地，墓园内一处陈年的墓碑旁，五魁矗立其中，身躯高大威猛。他粗壮的胳膊裸露在冬日的寒风中，肌肉结实有力。五魁冷漠的面容映衬着墓地的幽冷，他蹲下身，手中拿起酒坛，倾洒于墓碑前，酒香扩散，犹如他内心的怒火，悲愤交加。五魁端起另一坛酒，一饮而尽。他低声对着墓碑说：爹，我来看您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忙于战事，难得回来看您一次。他轻抚墓碑，眼中闪过一丝思念。秦昊天，你在战场上夺去了父亲的生命，让我无法报仇，但如今你的儿子秦泽又嚣张起来。五魁咬紧牙关，眼中闪烁着仇恨之光。大前皇帝要将一个郡主嫁给我，以借力打力，让我出兵北凉，消灭秦泽。五魁冷笑：但我不会让他们如愿。秦泽，你的时日不多了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。祖老劝我不要轻举妄动，但我已决定，我要将你们秦家彻底覆灭。五魁站起身，拍了拍墓碑：爹，待我北征归来，我会将你的坟迁至金陵，让大前皇帝来向您下跪。我绝不食言。他的誓言充满了坚定和决绝。五魁披上虎皮大袄，龙行虎步走向准备出征的将领们：随我出征北凉，让秦泽和他的人头一同落地。他的声音如雷霆般响彻整个墓园，士兵们纷纷响应：是，大王。他们的决心和斗志汹涌澎湃，仿佛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。通威城统军府内，一位身着锦袍的男子端坐主位，他眼神阴沉，对着跪在地上的方成说：你的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但你却未能把握住。他的声音冷酷无情，如同冰雪一般。方成跪地求饶，祈求最后一次机会。大人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和不甘。锦袍男子冷哼一声：机会只给一次，你无法完成任务，那就交给朝廷来解决吧。他的决定毫不留情。方成心如寒冰，绝望笼罩着他的身心。方成15从军，已有20载，35年来他未曾娶妻生子。对他而言，家世只会削弱他在战场上的锐气。在通威城做统军虽有些许地位，却远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。他的心中渴望功成名就，受万人敬仰。为此，他长期笼络皇室子弟经历，希望通过他的关系实现自己的目标。进军北凉成为了他心中的一线希望。然而上次出兵北凉却以惨败告终。方成深感不甘和焦虑，他知道失败的原因在于兵马间的不协调，导致溃逃连连。他决心再次争取机会，绝不放弃。经理责备方成的失策，但也表示理解他的雄心壮志。方成坚定地请求再次出战北凉，经理最终答应了。他决定派遣更多的兵马支援方成，并亲自监督行动。尽管经理警告方成失败将会承担一切责任，但方成仍决心必胜。最后，
方成跪地向经理发誓，若不能成功攻入北凉，他将承担一切责任。但他也发誓，绝不再失败，必定将岳飞的头颅献给经理。经理微笑着离开，留下方成在决心和期待中等待下一次出征的机会。北凉关口，寒风凛冽，漫天飞雪，银装素裹。岳飞身着银盔，目光凝重地注视着关外的雪原。地面上积雪覆盖，破碎的尸体在白雪中若隐若现，是前战的残留。虎豹骑们从林中砍伐枯木，载着木头往军营运送。岳飞心中不禁燃起一丝担忧，他明白击溃了敌军，但这并非胜利，而是开始。敌人会聚集更多兵马，下一次的攻击更加凶猛。岳飞深吸一口气，凝视着茫茫雪原，雪花纷纷飘落，心中却没有一丝退缩。夕阳下，一行骑兵穿越山林小道，疾驰而去。张辽与典韦交谈着起义的意义，但秦则却冷静地指出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起义。金家政权下的得意者不会轻易反抗，而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也会拼命争夺权力。对于这些混乱，秦则的态度坚决，他要粉碎一切阻碍，彻底推翻旧秩序。前方一名骑士来报，道路安全，可以休息。秦则决定先攻占通威城，以便查探敌情。他心中早已有了计划，眼中的积分面板不断增长，给予他信心和希望。府邸内，后花园中的宁静被突如其来的冷风打破。经理闭目享受阳光，周围的景物仿佛在他眼中变得慢动作般流淌着，但冷风刺骨的感觉让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睁开眼睛。一名仆人连忙递过一件锦袄，经理接过披在身上，眉头微皱。他伸手挠了挠下巴，思索着即将到来的王爷生辰的礼物。去年的寿礼已经不够了，今年得换点新花样。经理心中有了决断，他示意仆人打听民间有何珍奇之物。突然，一名仆人慌慌张张地赶来报告：大人，不好了，有人闯进了城，说要解救百姓，并且要杀您。经理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怒吼道：混账，给我抓起他们！但仆人却战战兢兢地说，他们已经离开城市，据说个个武艺非凡，连守城的士兵都不是对手。经理的怒气犹如火山喷发，他立刻下令全力搜捕，并且加强府邸内外的防卫。西京城外，秦则和张辽骑着战马朝北凉关口驰骋而去。秦则目光冷漠地看着手中的系统积分，决定兑换20万虎豹旗。随着一声系统提示，庞大的军队如雄狮一般涌现而出，迅速朝着目标前进。20万大军在雪地上奔腾，宛如一条巨大的银色长龙，在寒风中翻滚着尘雪，地面因此而颤抖。这场景宏大壮观，充满了古战场的雄浑气息。秦则选择在此时兑换出如此庞大的军力，并非仅为了清除敌军的前哨，而是基于深思熟虑的战略。他已经从知雄处获悉的情报分析出，方成并非真正的强敌。尽管方成此前的失败为秦则提供了一线生机，他知道必须借此机会彻底摧毁对方的军力，为未来的胜利铺平道路。秦则的目光更加坚定，这20万大军将是给岳飞日后预备的王牌。方成，这位身披战甲、面色红润的将军，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，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向北凉关口进发。他心中充满了期待和紧张，这一次他是要洗刷前耻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胜利的渴望。方成深知，这次若能攻下北凉关口，不仅能够重振士气，还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荣誉和赏赐。终于，方成与他的大军到达了北凉关口，远远的，他便看到了城楼之上的岳飞。那一刻，他的心中怒火勃发，所有的恩怨情仇仿佛都凝聚在了这一刻。方成高喊：反贼岳飞，出来一战！